三多商圈的八卦还是非常的多啊，不是鬼故事的八卦。就比方说大圆柏旁边的停车场，现在的停车场，那是远东103的地呢，103它要盖103楼呢，很秋呢但是后来看一看不敢盖不敢盖就空到现在。不过它建造有延长，延到2028年因为疫情怎样怎样的，然后延长到2028，看看它敢不敢盖。人家新复发都冲了那个特茂山北基地人家都冲了，这么大规模体量，他都没害怕了远东不用怕，不要怂啊，拿它来盖啊盖个103楼啊，你那个建造之珍贵，你从那么古早时期留下来的建造，你现在新申请绝对没办法盖那么高啊！你不盖高楼又很浪费，就是浪费那个路宽了。当初就是要盖103楼的办公大楼，然后旁边接着百货公司，长得很像101跟101的群楼这样。不知道，别怂啊，拿来盖啊就这样。高雄在地人闲聊，三多商圈的百货出现弹珠台加空柜潮，两大关键解密没落的真相。先说结论两个让三多商圈没落的原因来，第一个人潮被分散了，第二高雄市政府的重心转移。但是我相信它很快就再次能雄起，因为亚洲新湾区在旁边而已。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第一次买房装潢要注意什么，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三多商圈真的没落了吗？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三多商圈人潮跑到北高雄，百货专柜摆弹珠台。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民众到高雄三多商圈去逛街，在百货公司里发现很多楼层都有空柜，甚至在婴儿用品专柜前看到一整排弹珠台，他就觉得很夸张所以我们这次就来讨论三多商圈的状况。好，那在聊现况之前，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三多商圈在哪里三多商圈位于高雄市苓雅区，以中山2路为界，左边是三多3路，右边是三多4路那三多3路跟三多4路交汇的圆环周边为核心向外辐射，就是三多商圈。然后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三多商圈曾跟五福商圈、新崛江商圈跟巨蛋商圈并列高雄4大商圈之一我都有逛过，我都知道。那新崛江我们之前有一集有介绍过了，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点一下右上角。那我们继续讲三多商圈它当初有多么的辉煌，这个辉煌指的是1990到2008之间就在我们刚才讲的圆环处有3间百货公司，大型百货陆续开幕呢，很夸张呢，一个路口3间百货公司呢。1993年星光3月三多店，1996年远东 SOGO 高雄店，2001年高雄大圆柏开幕。那我们借一下房地王的图片你会看得更清楚。就你从三多3路一路走到三多4路，会首先经过星光3月 SOGO 就星光 SOGO， 然后大圆柏然后最后会走到85大楼。所以当时的三多商圈是高雄引以为荣、非常繁华的百货战场，那吸引了超大量的消费者，并且带动附近周边的小商家积极发展。那直到现在，高雄大圆柏仍然是高雄的地王你看一下我划线的地方，高雄市114年公告，土地现值平均调幅 5.19%， 最高地价区段则由大圆柏百货公司连续第12年蝉联地王。所以三多商圈看起来战斗力应该是很强才对嘛，至少在房地产上的表现嘛那为什么会出现百货公司空柜一大堆，然后摆弹珠台这种怪异现象？所以你要知道三多商圈没落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三多商圈为什么会没落。第一个原因是人潮被分散了。我刚才有讲辉煌时期是2008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三多商圈受到严重的打击？直接讲结论强大的竞争对手出现了2007年统一梦时代在前镇开幕，
2008年汉神巨蛋在左营开幕，对，他的对手出现了。然后三多商圈一直被诟病的就是什么不好停车啦，因为它在顶尖蛋黄区嘛，所以周边道路就会有交通管制跟频繁的违停取缔。你说百货里面有停车场完全不够用哦，假日的时候都是满的，那你停街上又会被开单，所以一直都被诟病。那2007统一梦时代出来打的口号就是全台规模最大购物中心，是真的很大哦。你不是说你每次去梦时代吃个饭就走，你就觉得这个百货公司还好，你真的每一个柜位都逛，有够大，哭巴大。你那个安排一天应该是逛不完，如果你带小孩子的话，那其充裕的停车空间，自然就会在当时吸引人潮过去。因为虽然想要逛街的是老婆，但负责开车的是老公嘛，所以老公就会洗脑老婆说不然去逛梦时代这样因为好停车。然后再过1年，汉神巨蛋也开了，就对三多商圈形成一个这个上下夹击嘛那比它更难有梦时代，而且开车离那个三多商圈蛮近的。那比它更北边就有这个汉神巨蛋那北有汉神巨蛋，南有梦时代，就夹击它就对了让高雄的居民突然多了很多的选择，就不用全部的人都跑去三多商圈人挤人。以前真的是人挤人，以前在那边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明星在那边办那个签唱会，哇，那个是人都塞到满出来呢，那个附近的巷弄什么的，你看人就觉得说，哇靠，这个人也太多了很棒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荣景。第二个原因，高雄市政府的重心转移。2008年的南高雄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就是我们熟知的重工业、石化产业、钢铁跟造船已经接近完全形态。那此时也是高雄的产业结构由以往的传统重工业要逐步转向半导体、电子跟软体等高科技产业，就产业转型现在不是有台积电的吗？那我们很常讲的左营、新兴、鼓山、楠梓、高雄的重划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陆陆续续规划的。你看这个也是呼应了我之前讲说政府的眼光是长远的他做一个重划区，规划一个重划区300个月，预期要300个月以后才会完全发展。300个月多久？25年呢？对啊。那你看2008年的时候规划要发展北高雄现在是2025年，对不对那你也看到现在北高雄发展到什么地步，所以还不是政府眼中的完全体强吧？完全体要到2030、2035你才会看到，也不用到完全体现在就很强了，对不对？那我给你一个证据来，你看我最常讲的亚洲新湾区，请问这是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你看维基百科上我帮你画线了画起来，来你看。亚洲新湾区为时任市长陈菊在2011年第一届市议会第2次定期大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此政策。你看2011年就提出规划构想，那你现在也看到了嘛？亚洲新湾区的发展确实都稳步向上空地都保留好了，然后特茂3南基地北侧、南基地南侧，然后特茂2的红海 Y15连开案跟捷运黄线跟轻轨布局都逐渐成型。再来你要知道三多商圈还能重返荣耀吗？先说结论，非常有机会，等就好了因为亚洲新湾区就在它旁边而已未来只要亚洲新湾区的人口有进来亚湾区好，三多商圈也会好，因为人就变多嘛。那我们也讲过了，亚洲新湾区就是高雄市政府重仓押注的地方，除了之前讲的国际大厂会进来以外，亚资中心也是放在这里就是金融业的特许金融业的规划也都在这个地方，还有讲了很久的捷运黄线，预计也会将捷运 Y14设一个站点，所以三多商圈捷运站日后会是转运站、转乘就是那边可以就像台北的忠孝新生、忠孝复兴这样可以沟通捷运黄线。它现在自己是红线嘛，通了以后就是又可以是黄线，那它的影响是什么？影响是说你就在三多商圈你住这附近的人，你要看病，你可以直接搭捷运黄线就到长庚去拿药了就是这样。那政府还是有在做事情的那因为三多商圈的地段真的很好就地王地段哪会坏到哪里去，浪费掉非常的可惜。除了政府的努力以外，民间动作也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例如说2021年9月，高雄市三多商圈发展协会正式成立，
积极规划策划各类活动，吸引人潮回流。每年会举办2次共4场的特色市集活动。像今年7月12、13，他就举办餐车市集，带来相当多的人潮。根据统计可吸引到约 2.5 万人次参与，并且协会也跟青年旅馆业者共同合作推出新中市场青年造势计划，那就是鼓励年轻人多来摆摊这样。所以三多商圈在未来要重返荣耀至少在我看来比那个新崛江中央公园旁边的新崛江更有机会。也不是说新崛江不努力，而是亚湾太强，人太多了那亚湾现在只要建设好，轻轻一推就上去了。那只是三多商圈可能还要多思考转型的计划，因为亚湾这边带来的是庞大的高薪工作族群。那如果三多商圈只有百货的话，不好留住人。例如说细科那细科你说细科热不热闹？1到5的时候超级热闹，可是假日的时候根本就是没人因为上班族都回家啦。但是三多商圈倚靠的又是百货的消费，那边本来就是旧市区，有很多的在地民众。那百货是怎样？靠假日的消费人潮，这样互斥不是很奇怪吗？当然不是说什么三多吃不到亚湾的红利，只是说它要怎么最大化去利用到亚洲新湾区人口进驻的红利，这就是要思考的事情。好，那讲的差不多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三多商圈的过去与现在。从1990到2008年间，三多商圈曾是高雄最繁荣的百货战场。星光三月、SOGO、高雄大圆百接连开幕，带动整个商圈跟周边小商家的发展。甚至高雄大圆百连续多年都是高雄的帝王那如今却出现了百货空柜的现象，那边摆弹珠台、摆夹娃娃机让人不禁怀疑三多商圈是不是真的好像不行了。那我也分析了三多商圈不行的原因人潮被分散，统一梦时代汉神巨蛋这夹击就对了啦那再来是高雄市发展的重心北移，它就逐渐投入左营、鼓山、楠梓等等重划区跟高科技产业现在也开花结果了，台积电确定都来了试产也成功了。那现在施政终于有向南高雄发进的样子了亚洲新湾区成为施政的重点。最后我们讨论了三多商圈是否能重返荣耀，我认为还有机会，因为它拥有无可取代的地段，而且亚洲新湾区就在旁边捷运黄线未来也会有一站，再加上地方协会积极的策划活动，只要未来能够因应新形态高薪工作族群的需求，转型出更符合时代的商业模式，就有机会再次吸引人潮回流，甚至比新崛江更快恢复活力。那我们就来期待看看，我当然希望它生意变好变热闹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三多商圈要怎样转型才会更好？A. 出现更多的精品店让贵妇逛街。 B. 提供更多的儿童娱乐设施吸引带小孩族群。 C. 直接找一堆餐饮名店，然后变成吃饭街王者。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LINE 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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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 LINE 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
赖就加小老鼠拜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一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三座商圈然后三座商圈那也会淹水，你知道吗？每次讲三座商圈就很少会提到淹水，但是就是那个圆环它很容易积水，那也不叫淹水，我觉得那就积水然后排水也很快这样那个不用到台风那个下好大雨它就会淹然后你说那个捷运都在地下有没有事？好像也没事至少下大雨的时候大家选择就会变成搭捷运，也没有什么捷运有在滴水渗水就是那个路口很容易，我也不知道是比较凹陷还是怎么样。再来三多商圈的房地产都老房子新房子都很贵就这样。那个老房子老到什么？就是它那个3间百货公司正对面国泰盖的那个屋龄40几了呢，电梯大楼呢，它不是公寓呢。前面的那个什么文衡街就吃饭街我以前常常吃，你就去看那一圈大楼，屋龄40几年，然后现在一坪大概30万所以你说三多商圈烂是不会，房价还是有支撑的。我认为现在是被那个低估的状态。那讲到三多商圈就有很多案子可以拿出来点名来讲就是比方说摩天高雄摩天高雄以前也是炒作过一阵子，大概2016那个时候，他也是给他炒到一坪30万，那就真的是炒，毫无道理的炒，然后就跌了，然后就撂了，然后在那边，因为投资客那时候会短进短出，他只要宽限期2年而已，2年就要卖掉了所以到时候就发生了赔钱等等的问题。OK。谁叫你要去恶性炒作？那规模那么大呢？你炒的时候很快但是你在抛售的时候，大家也抛售，多杀多就跑出来。摩天高雄，然后摩天高雄楼下是有一个地下商店街，你可以去看，它是露天的，它不是什么要走一个地下室，不用，它都露天的。然后那个电扶梯通通都是封起来，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不过也没关系，我们就是等吧，等人进驻了多了以后，应该自然而然那个三多商圈直接就会重返荣耀。还有很多啦，三多商圈的八卦还是非常的多不是鬼故事的八卦。就比方说大圆柏旁边的停车场，现在的停车场那是远东103的地呢，103它要盖103楼呢，很秋呢但是后来看一看不敢盖不敢盖就空到现在。不过它建造有延长，延到2028年因为疫情怎样怎样的，然后延长到2028，看看他敢不敢盖。人家新复发都冲了那个特茂山北基地人家都冲了，这么大规模体量他都没害怕了远东不用怕，不要怂拿它来盖盖个103楼你那个建造之珍贵，你从那么古早时期留下来的建造，你现在新申请绝对没办法盖那么高你不盖高楼又很浪费，就是浪费那个路宽当初就是要盖103楼的办公大楼，然后旁边接着百货公司，长得很像101跟101的群楼这样。不知道，别怂拿来盖就这样。那亚洲新湾区啦，市政府的那个下棋高雄市政府的下棋的布局，你看我节目那么久，你也会发现很明显，节奏很明显，都先北高雄，然后北高雄弄到什么？弄到台积电来了。OK， 好，那接下来的重心都会是南高，就是现在舞台上耀眼的是北高雄南子台积电富邦凹子 DBOT， 那下一个人是谁要接棒？下一个要接棒就是新湾区，都是空地，都是土地，那有可能加速了。就像 NVIDIA 突然高雄都中乐透了NVIDIA 就说要来之类有的没的。那总之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现在的市场焦点都是在北高雄，南高雄现在是没人理他状态，真的是这样那等到北高雄完成完全体了，大概我估计是2030因为2028汉神3馆预计开幕嘛，然后给他营运个2年都很成熟了。那下一棒谁有办法接起来？那就新湾区所以一浪推着一浪前进，这比较好。你不要什么地方通通都在发展，通通都在抢市政府的资源那就会造成多头马车，就会造成那个布局跟自产你很难去抓，你就变成要赌。那像台南一次推8个重划区，我靠，我怎么知道我要买哪个？
那高雄市政府很好啊，那节奏都帮你抓得好好的。你看我说2030呢，是不是5年周期，真的都抓得好好的哦，所以我还是很喜欢高雄的。然后我也认为三多商圈很不错。那等到那边都活化起来了，那个85大楼也加油一下哦。那活化起来了，那整个亚洲新湾区的风貌会完全不同。像这次不是办那个马戏团，虽然有人说那个表演很无聊，看起来不危险啊，那个就儿童向的啊，你要去看那种18禁的马戏团表演，你自己出国看啊。那马戏团，然后活动真的很多啊，很不错。而且新湾区现在是越来越不错的状态，轻轨也有了，未来还会有那个嘞捷运黄线嘞啊，有什么不好？在我看来非常的赞。然后现在市场的眼光不会去看到那里啊，大家都在看北高雄，所以很适合去布局啊。我讲这个我负责任哦，因为现在南高雄的中古屋还很便宜啊，一坪20以下还有呢，真的还有呢。对啊，有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说现在真的是非常适合，然后继续看看南高雄的中古屋房子。你20以下，你大概看到屋龄30年。那你就25、26的话，屋龄20年到30年，你大把的挑尽量去挑，都有，没有那么烂，高雄没有那么烂。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